把纸放好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他会去测纸那些的。你们中间有教你说改方位的步骤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？还有那张一个月来了。他一次教太多，他会晕倒。那你先从刚搂走那个就好了。好。那个从刚那个立头下去开始。对。装喷头一定要做这个。好。然后再不管有没有按头等它插了。好，你现在开到一般模式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就是从这边开始，从一般枪开始，对不对？你按是menu。怎样？menu。是不是变从这边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测完喷头，苦令完了，第一件事就是 test pro 按进去 enter， 有吗？对着按进去，是不是有 set up pro？ 那你这个时候往上按，或者先从枪开，第一个 maintenance， 好，再来就是另外一个什么 pellet， 干嘛用的？你认真。维护、维修。认真。我帮你翻译了，维护。了解。他就是画出设定表嘛，哈。他这个按下去 enter 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印出来，印出说你现在的一些寿命值，包括你的那个比如说纸啊，你的纸的一些资讯，然后你的裁切本身它有没有做裁切，一些资讯在这里面。它会把它印出来在纸上，它会印出来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110都会有的那个设定表。set up pro 就是一般的设定表。对。然后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印色块。这些色块吗？这个你这一个刚那个，这个你按下去之后，它会开始印类似这种色块，然后它是从它印出来，它很长。对。然后每一个区块，然后它会从就是CMYK， 开始喷，对，应该是讲 RGB 啊，它会以 RGB 的形态下去喷，然后它会有从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慢慢印出来给你看。那喷出来有什么意义？就是看有颜色出来，看色块，看它的色块。色块一般来讲，他们那个色块印出来，像国际色块它有标准色块啊，就是说，当磨豆这个印出来之后，你去比对它的色块，比对国际色块的时候，它会有差异。那它那个色块其实一开始设计的时候，那个色块主要就是要让你去做校正用，去对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去对色用。色教也可以用。好。如果要求这么高。然后，就是 Pro 这一个啊，对，这个就是列印这台机器本身的所有设定资讯。就是包括你的校正的线，现在的 UNI BI， 就是单向双向，你的数值是什么，全部都是在这一个选项里面，它一样会印出来。然后像这个 Step Lab 这个，像你们之前有印这一张啊，对，这个它印出来的时候，它会跟你讲说你现在所有的设定嘛，对，包括你的步径，包括你的步径，它 PF 的步径啊，然后线条，粗细，全部有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网路，你的 IP 位置啊，对，所有的资讯都全部都在这里面，你就可以看，包括你用的那个版本，这台机器的版本，这台机器它的模式，模式就是 RZ901嘛，所以这全部的资讯都在，你不用说，你去列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去一个一个进去按来看，这一张你就可以全部都知道。OK， 那要印出这一张来是印哪一个？就是印来，这个 test pro 按进去有没有？set up pro， 就这个，然后再按，就按 enter， 它就会印了，就对了。对 ，OK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nozzle， 就是测它的喷头的，测喷头4个颜色的线。那我现在直接印这个给你看。
这个不是最常用的。对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最好，这个最好用。这个一般它在试喷头有没有堵塞。是。喷头如果有堵塞的话，它那个线啊，对，断线。它的线有没有，就会变得说，哎，少很大。你如果发现说这个线呢，这边断，那边断，对，这边断，这边断，然后这个都没 OK 正常，然后换这边断，对，这边断，这边断，对，断这样子都还好，对，然后你做一次 little charge， 对，哦 little charge 做完之后再喷拧一次，看原本断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回来，哦，如果回来就 OK 嘛，如果没有回来没关系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墨水空气会跑进去，你这一个同样一个颜色，这个红色，你就让它多出几餐红色的土，这个就会被打通，然后像一般如果是断这样一点点啊，这都是属于正常的，可以不要理它。可是你今天如果断，它是从这边这一节不见了，对，就这一节不见了，对，整段不见，这一节不见了，这一节不见了，哦，很多，这样子全部都不见了，对，这个就代表喷头堵了，堵了一样，你先做little charge，little charge一做完之后再下去喷，对，喷出来如果还是相同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喷头就完全堵住了。OK， 我想请教一下，它同样颜色有两个，这个等一下我跟你讲。好，设定。那好，来，换你。Media set 哈。学。这个 Media Init， 你看上面有没有？你再记一下，如果没有，你就记在笔记本上面。已经 Media Set 里面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是1.05版才会有，1.00版就没有这一个了。1.00版你就照这一张的，1.05版会多的这个，所以你要记下来。这个是1.08版。啊，所以里面会有一个。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从 Media Set， Enter 这边进去，对，然后按右键，对，再按右键，它一开始是这样，好，原厂一开始是这样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CR 它会做测值的动作，对，你现在一设定好之后，它是 on 的部分有没有？你一开机，它会先跑，在这边跑，跑完之后它又开始测到这边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只到这边嘛，对，它就回来，对，回来，但是然后如果你今天只放这样，对，只测到这边回来，对，可是你今天因为这一个是900的1.05版本，900的机型是大的，对。最高到1.07米，对。那我现在这一台机器本身的分位已经是900的分位，它已经把它自己当成是900的机器，对，所以它会开始跑，对，就撞，对，就撞到这里。可是它不是说碰到纸没有纸它就会停吗？不会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放纸呢？它就会测。你今天如果没有放纸，它本身它不做测纸，它只要测它的距离，对。它的轴距的时候 ，CR 距离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撞，它就会撞到那。它会跑到107的地方才要回来。可是我现在这边不到107，对，它就撞。对。所以当你们去到客户端那边有改，对，如果没有改分位，就不用去做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以这个距离要去测60公分。如果你今天已经把它改成900的分位的时候，这个就一定要做。你把它改成 off， 关掉吧。Enter， 存起来。 Enter 之后，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多少 millimeter， 就是代表说让你手动设定说，我这一台的 CR 长度最高只能到多少。那我那天已经帮你设598，就是说它最多喷头最多只能跑到59.8公分，它就不会撞。598。它就不会撞。应该是说，我们把9000的分位用在901的。然后这个是卷纸的那个，它这个啊，就是说它可以设定说好几组，比如说我现在用的
我现在用的卷纸，我现在用的卷纸是30公分，我就在这边是设30公分。如果我30公分印完，我要马上印那个60公分的，我就不用在那边调，我就直接选我设定好的。比如我把卷纸1设定在30公分，卷纸2设定在60公分，我只要去做切换就好。哦，我选择卷纸1。对，我只要去选择就好，其他的你就不用每换一卷纸，我就要去调那个宽度。就从这里面去设，然后这个啊，PF 的那个列印测试，PF 的列印测试。然后卷筒纸的裁切，就是他会去做裁切动作，你把它关掉，他就不做，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个 panel， 这个在你可以选择它的列印模式，高速 normal，就是说它可以在印线条的时候以高速去印，然后以那个低线条去印，然后这个你黑白模式跟彩色模式，那你就按这个，你要切到 ready 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设，然后卷筒纸跟单张纸，一样。这个要把这个这个要拔起来，去设，看你现在要放的是卷筒纸还是要单张纸？单张纸。然后步进，因为现在对，单张纸。对，不能弄的，切回来。切回来。没有。你先按出来再按。好。卷筒纸才有鸽子，按哪个领导？按哪个领导？因为我把册子关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？这个动作就是我刚刚在 Utility 里面，这个 Menu Mask， 这个 Always Off， 就是我把所有的功能全部开启。我把所有功能全部开启的时候，你现在手动要让它送静止、退止，它就不做。那你要把一个一个讲好了。跟你讲重要的要改的部分就好，其他的都全部以原厂的设定为准，都不要去动它。这个意思一样。当你设卷纸宽度的时候，一样我可以从 User One 里面去设，包括步进，我都是把我要的设定值全部设定在 User One 里面。然后当我选择 User One 的时候，它就是以我要的那个设定去跑。那要怎么去改？你在一开机的时候。一开机，我比如说我有一个 User One 到 User 4，我把4个设定值都进去了，然后我在一般模式一开机的时候，这里
你看，我可以选择，有没有？我要 User 1的设定值，或者是我要 User 2的设定值，或者是我要 User 3的设定值，从这边按，然后我确定，现在这个模式就是以我设定的等于是说分组啦，分组在各个的那个指定上面嘛。了解。对，一台机器可以用很多种地方。卡面这个这个都是进阶模式，这个你们用不到。Layout 的部分让它自动做测试，这个部分你们也不用去调整。Layout 的部分都不需要去做任何调整。Network 的部分Network 就是让你去设定这一台的 IP 位置。IP 的最值，进去做设定。这样子。设定，只要设定 IP 的最值就好。那个 Subnet Mask 跟 Gateway 你们都不要去动它，因为它本身不需要出去。它不是通道。它本身它不是通道。然后再来是 Utility 的部分Utility 的部分，Utility 要做的部分就是 Menu Mask 这个部分啊，在原厂的时候就是 normal 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当你把 OS off 打开的时候，你看我现在有 Test Pro 有没有？然后 Media State 啊 ，Layout 啊 ，Network 啊，然后 Utility 啊，就只有这些选项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当我把那个闸道打开，我把它选择 OS off 的时候，它会出现 Command。Hand set up， Layout 本来就有了，Function 然后 Network 本来就有了嘛它就出现那些多的选项。对。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它调整到 off 就对了 ，OS off。没有，你把它调整在客户端那边把它调成那个 normal 就好。normal。对，不要让他们去动。那就不要去调整嘛，那原本就是不要去调整，全部都以原厂设定值为准。因为在 command 里面command 里面它会选择绘图语言嘛。它语言它会像这个，它会去让你选择绘图语言。那绘图语言一旦选择之后，有时候你本身对这个东西不懂的时候你资料生出来的时候，机器不会动。因为绘图语言层次不同，就跟 PC 的跟 POS 不一样。那我想请教，就是说，机器上的设定，然后在我们软体上也可以设定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它的指宽啊，干嘛？要不要裁切啊什么的？当你把刚刚那个册子的宽度设定好之后，对，你在 RIP 上面做那个纸的设定啊，对，只是设定你的框。大小。对。比如说我现在这张纸是现在这张应该是40的，40公分。然后我这个宽我只要30，对。你就要在 RIP 上面直接做边框做30。可是，一般来讲，像我们绘图啊，本来就已经在把框设定好一个尺寸了，所以你们其实在 RIP 上面也不需要去做这个动作。你懂我意思吗？RIP 上面做的尺寸宽度跟它的测量宽度是另外一回事，是不同的。OK， RIP 上面做的尺寸都是以图的尺寸在做，在做标示，不是以纸张大小做标示。但他做他也没办法超过它，就对了。超过它可以啊，它会喷到这边来。OK， 它会把它喷到这边来，可是因为你已经把纸张宽度拿掉了嘛，这里面对，因为我已经给它限定了嘛，对不对？那限定的时候，我刚刚有讲过啊，它会跑出来做测值动作啊，对，它会测啊，对，那测的时候它会知道说这张纸的宽度嘛，那你再给它设宽度的时候，它只要一超过，它喷出来就是往这边喷。OK， 它就是往这边喷。然后你如果说好了，你把那张图啊设到90公分了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刚刚那个
那个已经关掉了嘛，它不会撞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他会跟他自己讲，但是他不会告诉你，他会跟他自己讲说，你给我的图是90公分，已经超过我的喷印范围了。对。他就不理你，他喷的时候，比如你这张图真的是做90公分啊，对，喷到这边来啊，对。然后他他就喷到这边就停了，就断了，不是，他就断了，他后面这一段他不会喷出来给你看。哦 ，OK。哦，他会自己裁掉。对对对，哦，就是超出喷印范围，哦。OK。然后像这个刚刚那个 pen set up 啊，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去调喷的那个线条的粗细，就像这个一样，这个一样啊。哦，你可以去调，哦，你要几 mm 的线条出来，从 pen set up 里面去调，哦，从这边去调。这边就有了，哦0.13，当然是越细越好，几细度越好越好，不要喷那么大。然后再一样在 Utility 里面哈。Utility 里面你就一直按右键，对，然后你看那个 Perfect， 它原厂是这样，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这一个的选项就是，当你把它选择 Take Up 的时候，Take Up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正下方有一颗 sensor， 它会去测这个卷筒子，对，它会去测它的长度，对，好，当你把它选择 Take Up 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这个动作他就不做了，啊，他会把这个sensor关掉，对，关掉之后他就不去测它的长度，好，然后再来他不会做切纸的动作，只要你一喷印完，不管你喷什么，他都不会做切纸，对，你要手动切这个 cut， 你就要手动去切它，然后这个就是手动模式，手动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你喷它就切，你喷。这个是自动模式的，自动模式，这个就是你喷它就切，你喷它就切，你喷它就切。这个是资料模式 ，data 模式，data 模式就是配合 Reaper 在使用的。OK， 就是说我在 Reaper 上面控制说我要你切你就切，我不要你切你就不要切。哦 ，OK， 有 data 来控制。哦，然后这个是纸张切的长度。哦，就是说。我现在喷印完，我现在从这边喷完了，然后我这边要留多少开始切？留边了，留边，哦，从边开始多少？直接切在那个流下去切。这个就是看你要以什么样的模式去喷印这张图，这个是没有嘛，无嘛，然后你可以选择，波浪1，波浪2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一般细波浪2，然后一般来讲，这个都是从 Reaper 上面控制的，这个是超级波浪，最细的，就是它那个波浪喷出来是以最细的波浪下去喷，可是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我们都不动，因为我们都是直接从 Reaper 或者是从 Driver 去控制，直接去给它指令。然后 Auto CL Set Up， 这个就是这个你们新机装一定会遇到这个，一定会遇到，一定要去动这个指令，就是说，你看我在这个指令上面按右键，它会原厂的时候是这样，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喷头一开始要喷这个。这是我的原点，对，它会从原点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喷印了，对。可是当你选择这个的时候，它从原点一出来到这边，它才开始喷。这个就是自中喷印，自中。好，那我不让它自中，我让它从原点喷印，就是原点出来就开始喷。对。
哦，然后 Enter 下去，它这有一个 Counter 数，就是说原厂出来的时候是这样。哦，原厂出来之后，就是说它在这个5出来，应该是说5公分的距离，它会印边框出来，它会印那个边框出来。啊。它就把这个框印出来，黑色的框。对。可是，一般我们在工业用是用不到的。所以你把它调成0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因为我的0就是这边嘛。0就这边，所以它就不做喷印的。哦，就不做任何喷印。对。这边不做任何喷印。哦。它这个选项是在哪里？是在来。Utility 里面。Utility 哈。对，反正你就一直按右键去选它。你自己这个章没有，你直接这样写好了。直接是在后面就对了。Utility 后面。你有记吗？你这里没有，你要看是不是？要写，要抄起。好，Utility。对。然后按右键，我看按几下好了，这样就比较好记。好，等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下。这样就像 Epson 啊，纸一出来，它让这个纸归定位。Epson 啊，有没有？那它这一台也是可以把它设成说，这纸一出来就让它归掉一个定位嘛。会啊，它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进去这里面，它会 PF 会走到最后面的时候，只会停留在这个地方。按右，对，然后当然开始。这有开关嘛？这个动作有开关嘛？有开关。就我们那这台就不会啊！你看我把它放，它就不动啊。因为 take up 那个 take up 关掉了。那个弯形，那个不对，就那个就是等于应该讲那个就是开关了。应该是可以算，因为他把后面那个 sensor 关掉了。后面就是从开始。Media 的这边它只有2个嘛。他刚刚打电话给我说很糟糕，他说我喷出来超级糟糕的怎样的，他说叫我问。超级糟糕。对啊。不懂，我不懂他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可能他期望就是说，因为他说他要拉射机的效果吧。应该是。那就是说，他说什么？喷到镜片。